杨如，这好好的跨年夜，为什么急着让我们回家呀？因为上一世跨年家庭聚会。小雨，等你们，跟我来，我跟你说个事。你来嘛！哎呀，小雨，他们骑在他身上，连打带踢，最后被活活闷死。小雨，小雨，小雨！我发疯要报警，去！回报警！李明旭，你干什么？我儿子死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报警啊？就是你没看好他，现在出事了，你满意了？我就是你啊，嫂子，孩子们都说了，就是你。人都说了。嫂子啊，你把这个签了吧，对大家都有好处。本人承认是我监管不力导致孩子意外死亡，自愿不追究任何亲友责任，不报警，不起诉。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李明旭，你什么意思？我儿子死了，你身为继父，不但不帮我报警，还要诬陷是我害死我儿子。大过年的孩子出事谁都不想，现在事儿已经发生了啊，你还想让亲家孩子都背上案底呀？那就让我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吗？我疯了！这是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说的是你，是你自己没看好孩子，你还想诬陷别人的孩子？我看你真是疯子，疯子！最终，我被强迫按下了确诊印，精神失常，意外惨死。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妈，你就别管了，总之一定要把小雨带回去。小雨，今晚去外婆家睡，千万别回来。那走吧，快走吧。喂，人都到了，你人呢？我马上回来。那是？难道小雨又……不可能，我才刚刚把小雨送回去。爸爸，难道小雨又偷偷跑回来了？我得先联系妈，问清楚再说。喂，妈，客人们都到了，你在这发什么呆呢？厨房炖的汤，过去看了没？去看看去。那里面是不是小雨？哎，嫂子，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来。这一幕好熟悉。嫂子，你来一下嘛！你快下来，我给你看那个镯子，可好看了。你先等我一会儿，马上就来啊！上一世，他就是催我去看我，他妹妹李雅诗又把我拉回屋，锁了整整1个小时。等我出来时，小雨已经……不行。阿如啊，你这是怎么了？雅诗找你说话呢，你怎么这个态度？就是，这一大家子难得聚聚，这当嫂子的眼里容不下小姑子啊。
哎呀，是呀，这外头多冷呀，咱们屋里聊啊，屋里不行，我得先看一下。哎呀，阿如，哎呀，外面这么冷的，你都不心疼我这把老骨头吗？走，屋里说，来。快住手！你们快停下，这样会弄伤他的。小孩子们还没事玩着呢。小孩子打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谁说不是呢？这大过年的尽扫兴，让小雨跟亲戚朋友都玩一玩嘛，才能更好的融入我们大家庭呀。你们说是不是啊？可他不是。哎呀，可是什么呀？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不是你要管他一辈子呀？就是呀，阿如，哎呀，你就歇会儿吧，我们进去说，快走，你别说，嫂子，我有事跟你说，你跟我来，我先去上个厕所。他们的反应和前世一模一样，可小雨明明被我送走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行，我要问问。哎呦，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是不是小雨她？啊！我这不是包饺子切洋葱给辣的吗？你刚说什么？小雨怎么了？妈妈，我和外婆到家了。外婆说晚上给我包饺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吓死我了！还好不是小雨。可是这样一来，这一世我里的孩子到底是谁？虽然那不是我的儿子，但总归是个人。来了！哎，嫂子，你俩干嘛？快叫孩子们进来，这样玩太危险了。哎呀，有什么危险呢？小孩子在一起玩闹呢嘛。再说了，我们都是这样玩着长大的。就是。对呀，小雨都没喊停呢，你急什么呀？让孩子们再玩玩呗。啊，就是啊，小孩子哪都这样。阿如啊，不是妈说你啊，你说男孩子不就得多锻炼锻炼吗？别那么娇气。你看明旭小时候每天摔摔打打的，现在不也挺好吗？每一句话都那么耳熟，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阿若，你再闹下去丢的是我的脸，大过年的让亲戚朋友笑话。他一点也不担心，甚至有点不耐烦，好像我影响他了。你就不怕吗？万一他出什么意外怎么办？他可是你的。妈，我好像忘了，小雨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我和前夫生的孩子。切，你想多了，能出什么事儿呢？是吧？啊，不，我不是想多，而是漏掉了最关键的。小雨和他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怎么可能关心他的死活？两世一模一样，他们所有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像精心彩排过。难道？下雪了，快叫孩子们进来。我去。你在这里行。没事的孩子，你撑住。差不多了，走，回来吃饭。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动了？该不会是死了吧？闭嘴！雅诗是护士，你去看看。哦，雅诗，人怎么样了？没有脉搏了，这十有八九。儿子，快过来！还叫什么？赶紧打120啊！
你们都不打，我打。不准打！使命关天，再不打可就来不及了。给我闭嘴！胡说什么呢啊！大过年的让亲戚邻居笑话。去！二弟，去把大门守着，别让人看见了啊！快，有事想办法处理一下。舅妈，你看着点儿，到点儿再打。哎，大家伙都看好自己孩子，记住了，今天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明白吗？明白了。你们几个小孩现在立刻给我上楼去游戏房，记着，你们今天一直在打游戏，根本就没下来，记住没？记住没？去！果然，他们早有预谋啊！前世小雨的死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起谋杀。这辈子，小雨逃过一劫，可被他们害死的究竟是谁？李明旭，你干什么？你疯了！杨茹，你现在知道急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不好好看孩子，我告诉你，现在出这事儿都赖你。给你说了多少遍，这今天人多，好好让你看着孩子，别让孩子乱跑。现在怎么着？出事了，你满意了？我就说这个玩偶服多闷呀，不安全，不安全！可你这个当妈的就当耳旁风了。嫂子早就跟你说了危险，你非要说喜庆闹钟啊！你这下好了。就是，让那小孩穿这么大一个玩偶服，这不都怪你吗？是啊，太过分了。我明明提醒了所有人，可他们还是说着同样的话，摆明了是有剧本啊！是你们颠倒黑白，是你们害死他的。你胡说什么呢？你一个当妈的，你自己连孩子都没有看好，我们大家说说你几句，怎么了？对呀，就是的。这还要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说白了，这孩子也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可没责任帮你看。你们胡说！我刚刚明明提醒过你们，是你们非要……回去！你们干什么？现在出了事，你们每一个都要负责任。杨茹，你别狡辩了，我告诉你，你是他亲妈，出了事你是第一责任人，你跑不了。于明雪，你给我让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嫂子啊，你把这个签了吧。本人承认是我监管不力导致孩子意外死亡，自愿不追究任何亲友责任，不报警，不起诉。杨茹，你就认了吧啊！家暴不入刑法，你总不能让孩子们背上案底吧？哼，还是这出老把戏，想逼我背锅，做梦！李明旭，你明知道那个孩子不是我害死的，人都死了，你还要拉一家人下水吗？就是啊，你这太过分了。杨茹，孩子已经没了，你就别再让那些孩子背上心理阴影了。那些孩子还小，怎么可能让你就这样毁掉？都是一家人，闹上法庭谁也不好看。孩子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见一家人反目成仇吧？签了吧，别犹豫了。你签不签？我不签。行，你不签，那你就是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这儿每个人都能作证，是你给孩子穿上玩偶服，是你害死的。对，就是是啊。你们就这么确定，死的是我儿子？这不是小雨，还会是谁？玩偶服不就是你带来的吗？不是你给他穿上的吗？是啊，我都亲眼看见了，是你亲手给他穿上的。说的跟真的似的，他们自己都要信。那么你呢，黎明旭？黎明旭，就因为小雨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所以他死了也无所谓是吗？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二婚带来的，背地里骂他是拖油瓶，可唯独黎明旭他结婚1年，他表现得像个完美的继父。我知道他是妈宝男，喝茶也是伏媚魔。从今往后，好好照顾我儿子，他看不上你，也没人要你。
谢谢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那是因为是二婚，我没得选，只要能对孩子好，其他我都可以容忍。没想到他却变了。是我想多了，你怎么会在乎一个不是你亲生的孩子的死活？可是黎明旭，我告诉你，外面那个孩子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他是……小茹，你说什么疯话？你发疯了？妈，给你签不签？签了的话，这事情就算了；不签的话，上一世我不肯签，他直接砍掉了我2根手指。后来他们对上说是我精神失常和儿子争执后自残的。同志，他有病，神经病。对，赶紧找医生给他看看病。这一次，我难道又要走老路？不行，我不能硬来。你们都确定外面躺的是我的小雨吗？嫂子，你现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签不签？老娘快不耐烦了都。好，我签。这才对嘛，哪有当儿媳妇的不听婆婆话？嫂子，我就知道你最通情达理了。别啰嗦了，赶快签。阿如，这个家你付出太多了，我会记住的。我记得你给小雨买过意外险，那保险的受益人是谁啊？这大过年了，你为这个干什么？就是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你们都说出事的是小雨，那他的保险生效，受益人是不是我呀？那当然是写的是谁就是谁喽。那到底写的是谁呢？小雨是我的儿子，我一个人亲生的，他的保险受益人必须是我。你们都想让我背锅顶罪，那这个赔偿金得先给我呀。行了，先不说这事儿了，收拾一下，先把孩子处理一下。处理？这口气像是在说处理一条死鱼。那我先去看一下。哎，你别看了，看了也难受，让诗雅处理吧，她有经验。有经验？黎明旭，你说话真恶心。那总得先报警吧，孩子死了，我们得先报警啊。阿若，你刚不都答应签字了吗？啊，大家伙都想息事宁人，你这报警不又把事闹大了？我就是要闹大。对了，保险单我刚看了，受益人是你。什么？前世没有这出的？果然让我误打误撞，把狐狸尾巴给揪出来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非要给小雨买那么贵的保险？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难道你出钱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啊？我是继父，保险公司不让。怪不得你会有这么好心。我是他亲妈，当然是我了。这回出事了，等保险金下来，大概有个180万，你做个保证，完了全部转给雅诗。什么？我儿子的赔偿金给你妹妹？雅诗最近刚好看上一套学区房，那就差这么点首付，那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应该的。反正这钱你拿着也难受，就给雅诗了，当给孩子积福了，对不对？阿如啊，这孩子没了，妈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我们还年轻啊，你不行和明旭再生一个，我们还是一家人。对对对，嫂子，我知道现在说这话不合时宜，但是孩子上学那才是大事啊！我保证这个钱我一定还你，我给你打欠条。难怪他们要谋害小雨，原来是为了保险金。行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快说。我要跟我妈视频通话，事关重大，我得先跟娘家商量一下，顺便让你们看看我儿子活得好好的。哼，是，不行的话就算了，反正我孩子都已经死了，我总得先拿到点钱吧。那不行，你刚刚都答应了，你现在不能反悔啊。那你打吧，小心说话。不能打，事关重大，还是先别让外人知道了。对，保不齐你这个大嘴巴子，
还不知道对你妈胡说些什么呢。雅诗啊，你不要相信他，他终究是个外人，这个心呐，肯定不会向着咱们的。小雨是我妈从小带到大的，外孙没了，她肯定会闹的。我妈这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行，那你跟你妈好好说，别让她太激动了。行。小茹，怎么了？今天一直给我打电话。妈，没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小雨她还好吗？哪壶不该提哪壶你！我就知道你这个贱人不会乖乖听话，赶紧收拾他，别跟他客气。你们着什么急呢？我电话都还没打完。有什么好打的？这不可能！怎么，看到了吗？没看到的话，再好好看看。看到了就把手机还给我，免得露馅儿。他到底说什么了？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哥，手机里什么情况？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小雨都等你好久了。这是小雨，那外面的是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会这样？小雨没死，他根本就没回来，他在你妈家。那外面是谁啊？别慌，今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几个孩子？我们重新数一遍。我们家一个，我家儿子一个，还有我姑娘，我们家儿子2个，我家女儿一个。除了那些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孩子呀？我刚才疏散孩子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呀，不多不少，正好6个呀。所有孩子都在这儿，也就是说，混进来了个新孩子。怎么回事？别慌，看着他。柯倩倩，怎么是你？难道磊磊呢？李明旭，他来找你好久了，还没玩够啊？我来接他回家。你说什么？蕾蕾来找我了？不可能！不可能！看看爸爸好不好？你看看爸爸，爸爸还没带你去游乐园，没带你坐飞船，你怎么就没了？怎么会这样？不对，死的怎么会是你呢？不应该是杨蓉带来那个野种吗？我们都计划好了，让他穿上玩偶服，然后其他孩子玩过头。啊！我的命啊！我的乖孙，我的心肝宝贝儿，蕾蕾，你怎么还是老天不长眼呐？该死的一个是那个拖油瓶，一个是他心外中的贱种，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说好了小雨穿着的吗？让其他孩子都玩的吗？那怎么是我的外孙躺在这里啊？是谁？到底是谁？是谁？到底是谁干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他前妻生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会混进来。这里面不应该是小雨吗？这下完了，害错人了！这家人到底搞什么鬼？真的要害出人命吗？果然，我猜的10有8九没有错，前世就是他们所有人一起合谋害了我儿子。只是今生阴差阳错，蕾蕾穿上了那套索命的玩偶服。哼，
真是报应。是你，你早知道这哪不是小雨？对，没错，我知道。你怎么不早说？你看着他死，你看着他死啊！我阻止了，你难道忘了？第一次，小姑子拉我进屋，我挣脱了，我想出来看马玩偶，却被舅妈拦住。嫂子，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来。不行，我得先看一下。阿如，哎呀，外面这么冷的，你都不心疼我这把老骨头吗？走，屋里说。第二次，我大喊这里面会闷死人，却被你警告别丢你的脸。快住手！你们快停下，这样会弄伤他的。这大过年的尽扫兴，让小雨跟亲戚朋友都玩一玩嘛，才能更好的融入我们大家庭呀。你们说是不是啊？阿若，你再闹下去丢的是我的脸，大过年的让亲戚邻居笑。第三次，我想冲出来阻止孩子们，却被婆婆和妯娌们摁住冷静。快叫孩子们进来，这样玩太危险了。哎呀，有什么危险的？小孩子在一起玩闹呢嘛。对呀，让孩子们再玩玩呗。就是啊，小孩子哪都这样。每一次我都阻止了，可却都被他们拦住。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是你的亲生儿子？可是这不管是谁的儿子，我都不想让他去白白送死。可是你们亲手掐断了他活着的机会。倒是你，李明旭，你以为这里面是我的儿子就可以接受，是吗？现在发现这里面是你自己的儿子就不行了。李明旭，你儿子的命跟我儿子的命就不一样，是吗？当然不一样，我儿子的命跟你儿子的命怎么能一样？杨如，我只是娶你，你就该伺候我全家，我凭什么替别人养儿子？总算把真心话说出来了。从始至终，他都觉得二婚是在帮别人养儿子。1年，仅仅1年，你就觉得替我养儿子亏了，甚至不惜策划一场谋杀，用我儿子的命去换你妹妹学区房的首付。杨如，你他妈个离过婚的女人！我娶你养你都够了，我凭什么替你养儿子？哪有这么好的事天底下啊！我看你就是自己傻，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傻呀？李明旭，我可算是看清你了，你就是个混蛋！杨如，你害死我儿子还敢打我？行，你是不是忘了谁才是你男人？我今天就替我儿子，我好好教训你。李明旭，你王八蛋！李明旭，是你害死他，是你害死的蕾蕾。李明旭，你把儿子还给我，你把蕾蕾还给我，你这个畜生！是他，当初离婚。你抢房子抢财产，现在连亲儿子的命都算计进去了，你们一家子当不是好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你妈和你妹那2个吸血鬼，我怎么就傻简单的遇上你？我的蕾蕾啊，她被你们害死了，他可是你亲儿子呀，你的血被狗吃了吧？你们合起伙来骗婚杀人，你们都是畜生！当初真是瞎了眼了，嫁给你。曾经的夫妻，现在却像疯狗撕咬。我一个2婚的女人，带着孩子，就像带着原罪进门，不过是接替她的第2任保姆罢了。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报警！你疯了！过来！放开！手机给我！给我！放开我！
儿子死了，是你们害死的。我要报警，让你们给我儿子偿命！偿什么命？那是意外，那是那些小孩子玩闹，不小心的。你还要报警？你想把我们全家都当傻子吗？媳妇儿永远是外人，利益最先被牺牲，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说的对，可倩倩，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蕾蕾不在了，我们也心疼，可是这日子还是要过的呀。你总不能让你这些侄子侄女们去进少管所吧？是呀，小孩子懂什么呀？肯定是玩过火了。就是玩过火了，都是小孩子嘛。这些话和前世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变成了柯倩倩。回报警。就是你没看好他，现在出事了，你满意了？放开我，放开！前世就是这样，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柯倩倩。我的儿子还躺在这里，他死了，你们说什么？玩大了？你们都是人吗？没有一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死亡还会任由道德绑架，那是母亲最原始、最不容侵犯的底线。够了，柯倩倩，不要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必须按意外处理。把谅解书给他，签了。签吗？又是这招，柯倩倩她会签吗？谅解书。谅解书，林明旭，死的是你亲生儿子，你要我谅解谁？谅解你吗？倩倩，倩倩，签了吧，孩子已经没了，你再闹再报警，蕾蕾都回不来了。但那些孩子还小，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能再回了。好耳熟的话，上一世他也是这么劝我。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可我们的儿子人生却已经结束了。都是孩子，生而为人，凭什么？我不！来，你过来！我警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这个字儿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快签，快签，快点签！赶紧签！不听是吗？好，他要干什么？难道不？他要重复上一世的剧本，砍掉手指，制造自残假象，然后让所有人作证柯倩倩精神失常。慢着，妈，要不你再劝劝他吧。明旭，蕾蕾已经死了，难道你要把其他孩子的前世给毁了吗？这个就是唯一的办法。行，按你说的办。李明旭，你个没种的孬货，废物，糊涂还不识字呢！你连畜生都不如，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贱人啊！一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有脸喊？放开我！放开我！这个字儿，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还想让我签这份谅解书？你们全家都是畜生！这一签可就坐实了，真凶将逍遥法外。如果下一次他们故技重施，我的小雨还能逃得过去吗？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签，签。
警察？谁报的警？不是我呀，没有。我们疯了吗？敢自己害自己！查手机啊！查手机，赶紧来！这奇怪，都没有啊？难道把手机交出来！凭什么？你这是侵犯个人隐私！少废话，上！肯定是他，这个贱人一定憋着坏。来，奇怪，不是他的手机。说不定搞错了，警察说不定是去别家呢。对，大过年的，说不定是邻居在吵架，或者茶酒家路过。就是咱别自己吓自己。不是我报的警。不好，真是警察来了，车朝我们这边来了。除了杨茹，谁还有看过手机？一定是他，就只有他刚刚没有吭声，有时间报警。一定是他打完电话删了聊天记录。凭什么就一定是我？你们怎么不查查柯倩倩的手机？她在来的时候就已经拨打了110，虽然手机被你们打掉，但是很有可能已经拨出去了。柯倩倩手机在这儿。这个手机已经报废了，怎么可能打出去电话？是你，一定是你害我们，就是你报的警。杨茹，你报警啊！你害死我儿子还不够，让我大家都送进去吗？他好像忘了，刚才我们已经撕破脸了，他都不在乎我儿子，我管他全家。杨茹，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刚刚不都已经谅解我们了吗？死的又不是你的孩子，你现在报警是什么意思啊？别吵了，这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快想想办法呀！快让柯倩倩把这个字签了，只要签了，这就是意外。签，快签啊！快点，签！难道还是要让他们如愿了吗？就差一点点啊！快住手！你们小家如我还好。哎呀，完了，全完了！你个贱人！我儿子死了，你们杨州杀了我呀！我儿子死了，你们都别想好过！我要让你们都给我儿子陪葬！疯了！你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我看了你！妈，哥，你们别慌，柯倩倩的谅解书没有签成，我们还有杨茹的。这份谅解书可是他白纸黑字签的清清楚楚，他自己认的。你们都看见了吧？这谅解书可是他自己签的。警察来了，我们就如实说，是他没看好孩子，蕾蕾就是他害死的。对，这个女人一直对前夫的孩子怀恨在心，哎呀，好狠毒的后妈呀！杨茹，你自己做了错事，你可不能连累我们都当垫背的呀！你们觉得警察会信吗？还是说你们把办案的都当成是傻子？你们算计了半天，威逼利诱、扣屎盆子、互相打掩护，为的都是你们自己的利益，怕担责任，怕影响孩子，怕拿不到钱。但是你们有没有问过一个真正失去孩子的母亲，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愿不愿意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把杀害自己孩子的真凶说成是意外？
他愿不愿意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枉死，却让凶手逍遥法外？他是受害者，不是你们的同谋。不好，警察已经进巷子了，怎么办啊？应该就是这边了，按照门牌号查，快！都别慌，听我的。他们就2个女人，我们这么多人呢，只要我们口供一致，你们说警察会听谁的？再说了，这不还有孩子们呢吗？孩子的话，警察最相信。对，听孩子们说，听孩子们说。对，我待会儿就跟他说，要是他不按我说的讲，就不给他糖吃，还打他。毕竟嘛，孩子可是不会撒谎。我要是看你们谁敢乱说话，我就撕了你们的嘴！听着，按我们教的说好了，明天带你们买最大的玩具。说不好，啊！好了，孩子们，来告诉大家，是谁没看好弟弟？是谁非要给弟弟穿上厚厚的玩偶服的？是不是那个阿姨？是不是他？好孩子，你们要诚实，警察叔叔最喜欢诚实的孩子了。你们告诉阿姨，今天你们是怎么和磊磊弟弟玩的？是谁让他穿上马偶服的？一定要说出真相哦。是我们让磊磊穿的，我们说骑马好玩，我们压在他身上打他，还欺负他。胡说八道！明明是他，是他没看好弟弟才导致意外的，跟你们没有关系，听到没有？是他，是那个阿姨没看好，是他，就是他。杨茹，孩子们都承认了，我看你怎么狡辩！你们还真是丧心病狂，为了脱罪，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利用，教他们撒谎。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吗？孩子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容易受到惊吓而摇摆的。你们现在可以逼他们这么说，但一会儿警察来了，他们受到惊吓，又或者是突然想起来老师教他们要诚实，你觉得他们还会坚持这个谎言吗？A108就是这家的，是他们报的警。是他们报的警啊！孩子懂什么呀？下两句就没事了。关键呀是这2个女人，只要把他们的口供按死就没问题啊！对，孩子们实际上多安慰几句，好哄骗。主要是这个女人要让她按死口供，还有杨茹，她已经签字了，她已经认了。柯倩姐，你听着，警察现在马上就来了，咱们必须得统一口供啊！人就是杨茹害的，他现在签了字，还有孩子们作证，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磊磊已经走了，你得为你自己考虑啊！听见没有？赶快照明星说的做，否则小心我划光你的脸！好，我知道了，我就说是杨茹。难道我又要重复上一世，沦落到被他们统一口供，围攻逼疯，最后再次被车撞死吗？开门，警察！同志，你给我儿子做主啊！就是他，是我老婆啊！她没把孩子看好，让这么小个孩子穿着玩偶服在雪地里边，活把孩子给闷死了。演技真好，我可怜的孙子呀！这就是这个狠心的女人害的。快送孩子去医院，快！警察同志，大家可都是看到的，是他非要让孩子穿玩偶服，孩子说不舒服，他还不听啊！哎呦喂，我就说危险，可是他就当耳旁风了。阿如，你也太粗心了，
嫂子她可能是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啊。是啊，孩子们。就是啊，他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快跟警察说说，是不是这个阿姨没看好孩子？我们玩着玩着，弟弟都不动了。阿姨她，是他，就是他没看好，是他害死弟弟的，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对，就是他。这位女士，请你解释一下。警察同志，在你下判断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听一下孩子母亲的说法？现在警察同志来了，你不用害怕受到威胁，尽管将真相说出来。别忘了，你也是孩子的母亲。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你真的愿意因为受到威胁而包庇真凶，让你的儿子白白枉死吗？柯姐姐，你想好，钱还有以后。你敢乱说，你就试试。倩倩姐，蕾蕾虽然走了，但你可是有娘家，以后还要过日子的，可别犯傻样啊！同志，你看，孩子他妈都已经指认他了，就是他，铁证如山。等等，你们现在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是他。杀害我孩子的凶手就是他，我的前夫林明旭。柯小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那个同志，他现在这个精神不正常，他是受刺激了的，别信他啊！对，他受打击了，这些都是他幻想出来的。同志，这个女人离婚了以后，一直对我们家明旭怀恨在心，她这就是打击报复。对呀，她肯定是觉得孩子死了太难过了，才会产生幻觉了。是啊，我们大家可都看到了，怎么可能有假呢？对呀，是嫂子她刚才都签字了，她是啊，都签字了，对，是啊，签字了，签字认罪，那是因为当时如果我不签字，我的手指可能就保不住了，就像你们刚才拿刀逼柯倩倩签字一样。别以为你们人多口杂就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警察同志，你看看这个，这是他自己写的，白纸黑字，这还能有假？没错，警察同志，他自己承认监管不力，导致孩子死亡，现在反咬一口。杨女士，这份签字文件你怎么解释？我有证据。你那有什么证据？那纯胡搅蛮缠。该不会是为了拖延时间伪造了什么假证据吧？我看啊，他就是想毁灭真正的证据，还有或者是想逃跑。警察同志，你别听他胡扯，他就是凶手，把他抓起来。你们先别急着盖棺定论，我的证据就是开始录像。我的那辆车就停在院子的角落，我开启了停车系统监控，可以24小时不间断录像。我把小雨送走后，就人工启动了停车监控系统，为的就是记录事情的真相，以免被他们栽赃。是什么监控啊？说不定早就坏了，又或者是根本就拍不到准确的位置。不是，那录到又怎么样呢？啊，这孩子们正常玩闹，这除了意外，这监控能证明什么呢？啊，我看到就是故弄玄虚，想干扰我们警察办案。真假与否，调取监控记录，一看便知。走。
沈家同志，孩子们就是不懂事闹着玩的，这只能算个意外啊！对，意外，那纯属意外嘛。哎呀，我的孙子啊！都是孩子玩大了呀！哎呀，监控也就看了嘛，那都是小孩子们在打架嘛，谁家的小孩子不打架嘛？所以，我的证据可不止这一个，是不是意外？听听这个就知道了。杨如，你闹够没有啊？你非得闹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个意外，你承认了，大家还是亲戚，那不然呢？嫂子，我知道你恨我们家对你不够好，但也不能拿这种事情来报复呀！伪造证据那可是违法的。哎呀，造孽呀！我们家怎么娶回了你这个毒妇回来？你们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不接受真正的法律制裁，你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么的深重。永远对别的生命没有半分敬畏。今天我就彻底揭露你们的罪行，让你们死心。你再闹，丢的是我的脸。男孩子就是得锻炼锻炼，别那么娇气。小雨的意外保险受益人是不是你？保险金下来转给雅诗。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怎么能一样？我凭什么替别人养儿子？杨如，你这个心机婊居然偷偷录音，你不得好死！贱人，你算计我！毒妇，这个臭贱人，谁害了我们全家呀？这怎么会呢？不是，同志，妈，怎么回事？你不是按你计划进行说没事的吗？你跟我说他小雨是个拖油瓶的，留着的给别人养孩子的亏得慌。你说给他弄个意外，给他弄死这种保险金是咱们的，还能给妹妹买房？都是你害了我呀！妈的，全都赖你呀！你这个没良心的啊！现在倒怪起我来了啊！当初商量的时候，你怎么不反对呢？我看你这是蠢笨，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我们一家子这么多人都在帮你，到最后你还是给弄砸了，真是蠢，真笨！我呸了吧我！人啊，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你们以为你们真的逃得掉吗？检察同志，他们也都有份，还请一并带回去调查清楚。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跟我们没关系，这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让帮忙阻拦杨如的，具体什么事情我们一点不清楚呀！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没事，我知道。侦查同志，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呀！我们都是被这个贱人害的。你们都跟我走一趟，跟我回去接受调查。走。谢谢你，为我儿子主持公道。不用谢，是你自己不为威逼利诱，坚持自己争取来的。我不仅为你，更是为小雨讨要相隔两世的公道。上一世，作为一个母亲，我亲眼看着我的孩子死去，却无能为力，任由真凶逍遥法外，还被逼迫掩盖真相，眼睁睁看着他们吃我儿子的人血馒头。你不结合明旭再生一个，但是孩子上学那才是大事啊！等保险金下来，大概有个180万，完了全部转给雅诗，却最终惨死，无处伸冤。幸好，法律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人见自有天收，罪恶终将被审判。现在开庭。被告人林明旭，你对被指控的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教唆作伪证罪是否存有疑义？如果没有，即为当庭认罪。有，我不认，多数无限啊！那蕾蕾是我亲儿子，我疼他都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害他呢？事发当年，孩子们那玩弄下手，没轻没重的，出那么大的事，那在场所有大人全都懵了。那我作为孩子爸爸，我差点没哭晕过去啊！
还有那个杨如，他所谓的什么证据，全是他在混乱情绪下的片面之词，根本就不能当做真相。我完全同意。我的当事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悲剧，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加上其家庭成员错误观念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慌乱与悲痛之中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但这绝对不等同于谋杀和诈骗，而且现在的线索严重断裂，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主观恶意，因此指控不能成立。是啊，邻居都知道李明旭这人老实，孝顺妈，顾妹妹，疼孩子。如果不是意外，怎么会害亲生儿子？不错，就是一场意外，本来在家协商就好，非得闹到法庭上，难不成另有原因？该不会是故意制造事故，让男的背锅坐牢，好趁机离婚谋得家产吧？现在的女人也是真够狠的。何止是这样，男的前妻死了孩子，却和现任妻子勾结在一起对付男的，三观炸裂啊！唉，最毒妇人心啊！胡说八道，他胡说八道！肃静！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承认了，你不会以为我只有这些证词当证据吧？准许原告方提供新的证据。是，审判长。审判长，我申请传唤新的证人出庭。这个证人身上还有证据，是一份更全面、更能证明当天情况的物证。准予申请传证人出庭。证人，请陈述你的身份以及与本案的关系。我叫王建国，是黎明旭家的邻居，我亲眼目睹了小孩遇害的全过程。审判长，我方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提出合理的怀疑。据我们了解，该证人与我的当事人存在长期的邻里矛盾，其证言很可能是基于个人恩怨，缺乏客观公正性啊。对，法官大人，这家伙跟我妈本来就矛盾，他天天敲我妈纸壳子啊，还嫌我家小孩多，天天吵着他，天天吵架。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嘴里面就没一句实话，而且他天天去嫖娼。这种人的话他能信？怎么可能？绝对是假的啊！法官大人，明察呀！黎明旭，你睁眼说瞎话！我反对，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质疑与证人能否提供客观物证的能力无关，他们是在转移焦点，对证人进行与本案无关的人格攻击。请法庭要求被告方就证人和即将出示的证据本身进行质证。反对有效。请被告人及辩护人注意质证方式。证人王建国，你能否保证你的陈述和即将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如果作伪证，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能保证。法官，本来我不想多事的，但杨如女士说这个案子关系到一个孩子的公道，我犹豫了好几天，觉得这个东西该拿出来了。我平常也没什么爱好，就好捣鼓旧家电。我们家住在3楼，阳台斜对角，刚好能够看到他们家。过年的时候，孩子放鞭炮，我怕崩坏我的腊肉，就时不时在阳台录像，结果不经意间录下了这段视频。假的，法官大人，肯定是伪证啊！可以进行技术检验，如果检验无误的话，我申请当庭播放。好，可以。哎，开始播放证据。嘿嘿，我要给爸爸一个惊喜。我们进去说，快，走，里边是快点。孩子们，走，回去吃饭。原来是这样，这才是真相吗？审判长，各位陪审员，
这段由中立第三方在无意间记录下的影像，客观完整地记录了案发的经过，毫无以辩驳的证明：第一，被害人李小磊的死亡是一个持续的非瞬间的过程；第二，在此期间，被告人黎明旭的家属有组织地阻止了当时唯一在场并试图救援的成年人杨茹女士；第三，结合此前被告人关于保险金的言论及其亲属事后统一口径做伪证的行为，本案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确，这绝不是意外，而是因目标错误导致的一场有预谋的故意杀人。黎明旭，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法官大人，伪证啊，这肯定是假的！我当时在屋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你看吧，这黎明旭，你死性不改，睁眼说瞎话！黎明旭，你还是不是男人？敢做不敢当，懦夫！你简直给男人丢脸！肃静。播放的视频经过检验，没有人工许可的痕迹。既然如此，我宣布证据成立。不是，我对不起你，我错了啊！这视频是真的，孩子们那天确实玩到出了意外。我当时在屋里边跟亲戚们说话，我根本不知道外面事情这么严重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杨茹要出去救人，我更不知道我妈，不知道我妈跟我妹还有祖兰长。我他妈要是知道，我第一个冲出去的磊磊是我亲儿子呀！我怎么可能的？杨茹，阿茹，你看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份了，你看见我起码我真心对过你的份上，你给我条生路，你原谅我一次，行不行？就原谅我一次。我当时我不该，我失了神吗？我当时我失了神，我听他们搁那胡说八道呢。我他妈活该，我王八蛋，我该死啊！杨茹，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求你给我次机会呀！被告人，请控制情绪。审判长，虽然我的当事人对其部分行为有所辩解，但其悔恨之情是真实的。如果能够得到家属尤其是杨茹女士作为配偶的谅解，这就表明他们的家庭关系尚有缓和的余地啊！这对被告人日后的改造以及家庭关系的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啊！我恳请法庭在公正裁判的同时，能够对其情况给予充分考虑。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是合议庭量刑时的重要情节。被害人李小磊的母亲柯倩倩女士以及黎明旭法律上的妻子杨茹女士，你们是否愿意对被告人黎明旭表示谅解？又是谅解，这杨茹，你说呢？审判长，我不谅解。第一，我身为一个母亲，我无法谅解一个想处心积虑害死我孩子，却阴差阳错把磊磊害死的凶手。如果我谅解了，那么我对不起真正失去孩子的母亲，更对不起那个枉死在雪地里的孩子。第二，我作为一个人，更加无法谅解一个在铁证如山面前巧舌如簧、百般推诿、毫无真正悔意的罪犯。他的眼泪和耳光全是演技，毫无悔意。第三，我想说的是，法律的尊严在于公正的执行，而不是情感的妥协。不能因为我跟他有一纸婚书，就可以开出违背良心和事实的谅解书。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婚姻也不是犯罪的遮羞布。我有手有脚有脑子，我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我不需要一份什么虚假的谅解书，去换取婚姻的完整和大众亲属的同情。对他、对法律、对两个孩子最好的交代，就是公正的审判。说得好，说得好。肃静，全体起立。现宣判如下：被告人黎明旭犯罪行为卑劣，悔罪态度并不彻底，现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闭庭。
心，害人精，竟然把我儿子害进了监狱！你真是不得好死啊！我跟你说，别怕，我告诉你们，赶紧从我家滚出去！我已经决定和黎明旭离婚了。离婚？你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你要再离婚，你还要不要活了？哎，这邻居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噎死啊！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没人要，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我可以靠自己，不需要靠别人。我懒得和你扯这些，你们这种货色，我们老林家还不要呢。要滚啊，带着你这个拖油饼一起滚，赶紧滚！要滚的人是你们。要我们滚？你疯了吧？这房子是我儿子的，是我们老黎家的。你们的？别忘了，8年前黎明旭迷上网络赌博输的精光，偷偷把这套房子给抵出去。后来高利贷找上门，天天来讨债，又是砸门又是泼油漆的，还差点把你们母子2个赶出去睡大街。是我拿出婚前的全部积蓄，还求我爸妈把自己压箱底的养老金都拿出来，这才把这套房子从高利贷手里赎回来。你们一边惦记着拿我儿子的命换钱，去给你女儿买学区房，一边又心安理得地住在我拿钱赎回来的窝里。你们说，谁更不要脸？现在，请你们立刻从我家滚出去！你放屁！这个房子是明旭当初的单位给分的，这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你少胡说八道！看清楚了。房产证权利人杨如，需要我再念一遍住址和身份证号跟你们核对吗？你要死就死外面去，别死在我家里，晦气！阿如，咱都是一家人，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是啊，明旭他是犯错了，但是他已经受到惩罚了嘛。对呀，你们毕竟是夫妻，孩子还这么小，总是需要爸爸的。等他出来，你们这日子不还得过吗？对呀，你一个女人离了2次婚，还带个小孩，哎呀，以后的日子多难过呀！家和万事兴，别把事做太绝了呀！一家人，当初你们合起伙来把我儿子闷死在雪地里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吗？当初你们把我摁在地上，逼我签认罪书，说是我自己害死我儿子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吗？当初你们算计着我儿子的保险金，要去给你女儿付学区房首付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吗？雅诗最近刚好看上一套学区房，那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应该的。孩子上学那才是大事啊！现在说什么家和万事兴，你们有什么脸？我数3声，你们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了。你们现在的行为可是私闯民宅，同时还是那起案件的潜在共犯。要不要进去陪林明旭，你们自己说了算。3、2，你别走！杨如，你这个贱人，你是不是还翻了天了你？我就是翻了铁了，你早就已经不是我婆婆了，少拿你那个婆婆的劲儿在这给我装逼。从前你怎么恶心我、折磨我，我不是怕你，而是看在你儿子的份上忍你。可没想到你叫出一个杀人犯。既然你这么喜欢你儿子，那就去监狱里陪他，把他天天拴在你裤腰带上。我早就受够你了，你这个死变态，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情敌，在外面怂得跟狗一样，在家里就耀武扬威的窝里横。你现在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个有爹伤没营养的东西！我妈可没有教我犯罪，不像你拉着全家去坐大牢。你以为你一把年纪就了不起啊？你这个年纪啊，要是起诉你也进得去，牢里面多的是比你还横的老太婆，整不死你。妈妈，好臭啊！哟，这就吓尿了，还不赶紧滚回家换条裤子啊！少在这丢人现眼。
们以后我们真的不要爸爸了吗？当然了，妈妈说了，可以一个人带大你，就一定会好好的把你带大。那个男人他对你不好，不配做你的爸爸。那妈妈会累吗？会辛苦吗？妈妈不觉得累，只要我的小雨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长大。可是我希望妈妈幸福。妈妈的幸福不是建立在你的委屈之上的。如果需要用你的委屈和痛苦来保全，那妈妈宁可孤独终老。有我在，不会让妈妈嘟嘟的。我要永远陪着妈妈，长大孝敬妈妈，保护妈妈。好，妈妈等着。有小雨在，妈妈什么苦都不怕，什么都能过得去。有小雨在，妈妈什么苦都不怕，什么都能过得去。喂，李律师。杨律师，看守所那边刚联系我，黎明旭他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说必须见你一面，有些话要亲口跟你说。那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时间。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听说你想见我。小茹，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我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没必要离婚吧？你儿子的死，我相信你已经尝到是什么滋味了。如果当初是我要伤害你的儿子，你还会跟我走一辈子吗？这不一样啊！我们毕竟有过感情，不是吗？我真心爱过你啊！下雨我给你送伞，你胃疼我彻夜陪着你，你一句想吃蛋糕，我跑遍全城我给你买，这些你都忘了吗？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小周，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李明旭，当初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会护着我一辈子，结果我得到了什么？你妈的刁难，你妹妹的算计，亲戚们的白眼，你还说过对2个孩子会一视同仁，把小雨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结果呢？我对小雨也不差呀，我也没饿着她呀，是不是？你是没饿着他，那是因为我也挣着钱呢。你儿子暑假去三亚参加夏令营18000，小雨想报一个书法班500块钱，你就跟他说学这个有什么用，浪费钱。这谁在钱上不稍微算计点呢？那我对我亲生儿子稍微偏心点，这也没问题嘛。你是没有错，但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吗？你儿子家长会，你穿的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小雨求你签个字，你却皱着眉头跟他说让他找他妈，你还跟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让他10几岁就去技校，早点赚钱回报父母。你怎么知道的？这小雨背着我告我黑状呢？这你以为小孩都是傻子吗？受了欺负就只会憋着。哎呀，不是，小雨她就是太敏感了啊！重组家庭的孩子都是这样，这很正常的嘛。你给我闭嘴！你没有资格说我儿子，他可比你像个人。行，我闭嘴，我不说了。但是，阿如，离婚这个事儿，你真的不能太冲动了。很多事情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黎明旭，咱们2个都是2婚的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这次嫁给你是抱着重活一次的念头，但是你不但没有给我新的生活，你反而差点把我们2个送进地狱。不是，阿如，我该死，我王八蛋！我这次真知道错了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遭到报应了，是不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不可能了！我用真心捂了你1年，没有捂热，还差点被你烧得连骨头都不剩。不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真的，这次我发誓，我一定悔改啊，行不行？就这一次。你别再做梦了，我跟你已经没有可能了，小雨也不可能再叫你一声爸爸。既然你那么听你妈的话，那么心疼你的妹妹，那你就在这个大牢里好好做你妈的好儿子，做你妹的好哥哥。我的路我自己走，不送。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这一次，我认真服刑。我出去之后，我好好补偿你，我加倍补偿你跟小雨，行不行？你别离婚，就这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了。哎，燕如，你真的有绝情啊你！我告诉你，我跟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了，我就算是死，也要跟你离婚。好，燕如，你清高，你厉害，我倒要看看你跟你儿子离了，我能混成什么样。我黎明旭就算坐个牢，我是个男人，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去我饿不死。你呢？你离了2次婚，还带个拖油瓶，你能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最好的结果不过就是去站街卖肉，养你那个杂种。我呸！你还是好好操心你自己，能不能走出这个大牢吧？老娘子死活用不着你操心。都21世纪了，天大地大，我杨如有手有脚，就不信养不活我和我儿子。儿子，你终于出来了，瘦了。妈，杨如现在干嘛呢？呸！那个贱人买个臭蛋糕，还以为自己山鸡变洋鸡了呢。久等了，没事，他们家的蛋糕可好吃了。请问你想要什么口味的？我想要一个蓝莓的和一个芒果的。妈，好香啊！我来帮忙打包吧。小雨真乖。我以为多厉害呢，当个收银员能挣这个钱，丢人现眼的。儿子啊，你别怕，我跟你说啊，我让你表舅在郊区物流给你找了个物流管理员的活，还包吃包住。他呀，不就是个打工的吗？我还托你刘婶给你找了个媳妇儿，虽然也是个寡妇，也带着孩子，但是啊，人算本分，我们稳稳当当的，那绝对比他混得好。哎呀，吴姐是吧？我叫黎明旭，我妈跟我说过了，您叫我明旭就行了。我听说了，你坐过牢，死了一个儿子，但是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你能帮我养就行了，我不介意。臭八婆，没问题，我最喜欢小孩了，我肯定当亲儿子呀。那以后家务也全部归你。现在是新时代了，都是男人干家务啊。杨如以前从来不叫我干家务活，我呢可是独立女性，能自己工作养活自己。以后呢，你的工资卡全部上交，收入就归我，我值得过最好的生活。至于你老娘啊，以后都是2个家庭的人了，没事就少联系。等她死了，咱们给她办个好点的葬礼啊。没事儿，没事儿。您这是怎么了？哪不舒服？老毛病，心绞痛，药吃完了，没事，我歇会儿。这哪儿行啊？您家在哪儿？要不我送您回去，或者帮您叫个120。不要，我缓缓就好。那你先坐啊。您先服一粒这个，我帮您联系家人。是个热心肠。沈先生，您回来了，我这就去给您煮一杯参茶。
不用了。吴姐，你今天这是去哪儿了？我相亲去了。相亲？也是时候该成个家了。我这样的条件，满大街随便找。吴姐，你去相亲的话，问你个事儿啊，像你这个年纪的女人，一般喜欢收到什么样礼物啊？沈先生，您这问我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就喜欢实在的，黄金呀，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带出去啊多有面子。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那就送高档护肤品，什么神仙水、辣妹之类的。女人嘛，哪有不爱美的？哦，这样啊。您来了，快请进。先坐吧。啊，好。家里有点乱，您别介意啊。坐吧。啊，挺好的，挺温馨的。你一个人带孩子住啊？啊，孩子上学去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啊，好多了，多亏了你。我今天来就是专程谢谢你那天对我帮助。嗨，举手之劳，你别太客气了。冒昧问句，孩子他爸离了，已经好多年了。哦，那也没想过再找一个，互相有个照应。没想，之前他们都说女人一个人带不大孩子，我偏要试试。这么多年不都过去了吗？那你呢？哦，我也一个人，在大老板家当厨子。厨子好呀，有门手艺，走到哪儿都饿不着。好啥好，每次去相亲，别人都嫌我穷。这个年纪还图那些虚的干什么？人好才是最重要的。我那个前夫倒是有房有工作的，人模狗样，心肠却是黑的。你真的这么觉得？过日子图个心安嘛。那要不要和我处处看？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厨子，没有出息啊？不是，我自己都好不到哪儿去，我都离了2次婚了，哪还敢奢望啊？外面那些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觉得你人好心善实在，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俩处处看。那就试试看吧。我当过得多滋润呢，这离了我混的也不行嘛啊！不用你管，你一个从牢里出来的还笑我？怎么就不用我管呢？好歹夫妻一场嘛。过来看看你啊！我听说我那个前妻柯倩倩，那嫁给了个卖五金的，那又老又秃，那根本就不如我嘛。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人家柯倩倩过得挺幸福的，老公对她知冷知热，不像你只会算计老婆孩子。嘿，不是你啥意思？那有本事你找一个去，谁眼瞎能看上你了还？我找不找关你屁事儿啊！你不会真找了个吧？你给我滚啊！再不滚我就报警了。你看你这，过来看看你嘛。当年我说想要这个，你说浪费钱，现在舍得卖了。拿着你的东西赶紧滚，
这么多年了，真小气，物价都上涨了，还只舍得买这个。不是，这赶紧滚啊！要不然别后悔呀！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问过别人，说这个牌子好，一整套的，你试试看。这也太破费了吧！不破费，适合最重要。到底找的是谁呢？好，我现在就过来。看来这化妆品效果是不错，更加能衬托出你的好皮肤和好身材，跟个小仙女啊！哪有啊，都什么年纪了还仙女呢？你在我眼中可不就是小仙女吗？别贫了，倩倩刚刚约我去跳广场舞了。那我送你去啊。不用，你忙你的就行。我走了。哎，我听说那个厨子老沈最近常来找你，怎么样？定下来没？没那么快，就先处着呗，顺其自然。要我说呀，那人看着也挺老实的，你就别拖了。咱都这么大年龄了，遇到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总比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强吧？你说的也是。求婚用的东西准备好了吗？沈董，按您吩咐，都准备好了。只是您突然过去求婚，会不会有点太突然，让杨女士觉得突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遇到了情投意合的，看对眼了，就要早点行动，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明白了，我这就安排司机。去吧。滚滚滚！谁让你们在这跳舞的？这儿是我们的地盘。知不知道这一片马上就要拆迁了，耽误了大事儿，你们赔得起吗？拆迁又怎么样？这个广场是公共的，凭什么不让跳？就是，怎么这么没素质，随便在这泼脏东西？凭什么？就凭我是沈氏集团沈老板家的保姆，这一片区域改造呀，开发商就是沈氏集团，沈老板最信任我。我说这块地风水有问题，不能吵，不能闹，你们就得给我消停着，要不然影响了评估，害大家拆迁款少拿了，你们担待得起吗？你哎呦，吴姐，别动气，小伙他们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大妹子，少说两句吧，这拆迁是大事儿，可不敢得罪人。吴姐在沈老板面前说得上话，咱们能不能多拿点补贴？可都指着他呢。就是呀，大妹子，你们换个地儿跳呗，非要在这儿较什么劲呢？万一真的影响到评估，大家的损失可就大了。吴姐，您放心，我们肯定支持你。吴姐，别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嘛，是不是？哎呀，我当谁呢？原来是你呀，杨叔。那蛋糕店开不下去，跑这跳广场舞来了，切，一样上不得台面。我是上不得台面，不像你在牢里见世面，都能傍上大款家的保姆了。林明旭，你可真是太有出息了。就是，我们跳广场舞关你什么事儿啊？林明旭，我看你才是那个没出息的吧？你说什么？林明旭，这就是你那个不要脸前妻。吴姐，别听他们胡说嘛！这确实是我前妻不假，但我们早都没关系了。这个杨茹啊，她这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离了婚还带个拖油瓶，开那破蛋糕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跟你说，她就是嫉妒我呀，跟了您。哎，您在我眼里，您是这个。哎呀，你们俩臭女人，嘴给我闭干净了啊！嘴巴长在我们自己身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关你什么事？
就是啊，不想着好好改造，整天想着偷奸耍滑吃软饭。现在好了，连这种老帮菜的臭脚趾你都舔。你们两个小贱人，你离了婚没人要的破鞋，还有你克死自己儿子什么心，还敢在这跟我叫板？告诉你们，今天这舞你们就别想跳了，去上，给我好好的收拾他们，去！住手！这人是谁呀？他排场这么大！哎，这可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沈伯谦，全市首富，身家100亿，政商2界，谁敢不给面子？他家老太太的饮食起居，还有小姐的日常出行，姑爷的应酬接待，哪样不是我吴翠花打理的妥妥帖帖？这老太太一天见不到我呀，就吃不下饭。这小姐出差没我收拾行李都不放心。姑爷的贵客来了，不是我泡的茶都不喝。这会儿这大忙人亲自来了，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我吴翠花出马不可。沈先生，您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你找人吩咐一下就好了，哪用得着亲自跑一趟？我跟您说，这儿有几个不长眼的。小若，你没事吧？裤腿都湿了。沈大哥，你不是厨子吗？我，沈老板，真的假的？杨茹不是说他是厨子吗？这保镖不像假的呀，这厨子能这样？杨茹，你做戏做全套啊，找这么多群演，嘿，我呸！还沈老板能看上你个二手货，我跪下来管你叫奶！哪里来的狗，在这里乱叫？哼，骂谁疯狗呢啊？穿的人模狗样，真以为自己是老板了？我告诉你，我吴姐才是沈老板身边的大红人，你算老几呀你？阿强，教他做人。是。我再敢乱叫，打断你的腿！沈老板，她真的是您的女朋友？吴翠花，你别解雇了，现在立刻收拾东西离开我家。另外，你涉嫌寻衅滋事，损害他人财物，我会报警处理。沈老板，您听我解释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呀，我这都是他，都他，你个不长眼的东西，你怎么能冒犯沈老板，还有他的女朋友？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我也不知道，这沈老板看着这个老女人什么了呀？这闭嘴！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杨茹。听到没？还闭嘴！真心的贵重，像你这种凤凰男不懂欣赏。你要是懂的话，也不会混到现在这样。小茹，对不起，之前没有跟你说实话，我不是厨子，我就是他们所说的沈老板。但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今天的这场闹剧，让我更加明白，我想要保护你，我想要堂堂正正的站在你的身边。你愿意嫁给我吗？